以女儿身登上首辅之位，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血剑在绯红官府上是看不出来的。我手中长剑拔出时，顺天府尹还满脸不可置信的瞪大双眼。他大抵是没想到，没有刑部的文书，朝廷命官，我竟然说杀就杀。自从裴家满门男丁被斩，女眷被冲入教房司受尽凌辱而死后，我便将自己那一身女儿娇骨生生折断，竖起胸膛，化身成了这大雁朝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立誓要把龙椅上的昏君和满朝衣冠禽兽拉下马，把那吃人的大雁绿烧成灰烬。天道不公，便无天道。我不介意做遗臭万年的恶鬼。就当我提剑走向下一个贪官时，一阵极为突兀的铃铛声从相府后院方向传来。一个穿着异域舞娘服饰的女人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这血腥气冲天的庭院。我就这么提着滴血的长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林楚楚，那个狗皇帝昨天刚赏赐给我的兽马。林楚楚面色惨白，两腿发抖地站在一地血泊和残骸中间。系统，你确定我现在跳舞，他不会一刀把我嘎巴掉？放心，宿主，这个奸人丞相对外虽然凶残无比，但到底是男人，你懂的。我感觉再往前走一步他就要挥刀了，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不跳，我会比他的刀更快的电死你的哟。他咬紧牙关，然后踮起脚尖开始跳舞，周围的锦衣卫们都愣住了。狗皇帝是不是国库空缺，连个像样的刺客都请不起了？派这么个脑子有大病的人来相府，是想笑死我，然后好继承我的家产吗？你在干什么？我也不想啊，这破系统非要电我。系统电，这是什么江湖黑话吗？还没等我细想，林楚楚以一种极其不自然的姿势直直地朝我扑了过来。出下！我抬了抬手示意他们退下。林楚楚准确无误地扑倒在我的脚边，双手死死地抱着我的大腿。相爷，奴家这腰难道不比天下的权势更软吗？软不软本相不知道，但你的脖子肯定没有本相的剑硬。相爷若是喜欢，用剑也是可以的。来人，拖下去。等等，相爷别赶我走，奴家会唱歌，会跳舞，还会暖床。我一个每天裹着束胸布，连睡觉都穿着里衣的假男人，要你暖哪门子的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满身狼狈的林楚楚，一阵恍惚。这一幕像极了当年裴家出事时那个死死抱着我，把我塞进狗洞里的阿姐。你想留在相府？想。好，把这本大雁行律给本相抄写100遍，字迹若是潦扫半分，或者少了一个字，本相就把你做成人皮灯笼，挂在皇帝的寝宫门口。100遍？相爷，奴家手腕这么细，会断的。200遍。100遍成交。那个狗皇帝到底是送了个什么奇葩过来啊？还这腰比全是软，真是个白痴。自从那日大开杀戒后，相府的后院安静了许久，除了书房里时不时传来的哀嚎。这大雁巢有没有劳动费啊？就算是包身工，也得给个睡觉的时间吧，手腕要断了呀。这女人确实有病，白天哭天抢地的抄书，还要准时准点的完成某种仪式。每天午时，相爷喝了这碗十全大补汤，保您啊夜夜笙歌。每天戌时，他又会故意站在我书房门口晃悠，嘴里念叨：长夜漫漫，相爷难道不想做点快乐的事吗？就算我把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要说完那句恶心的台词。没招了，就当相府养了只聒噪的鹦鹉吧。这第7卷第3条写着：凡重臣谋逆，男丁处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为娼。这法条写的也太恶心了吧！凭什么男人犯的罪要让女人用身体和尊严去偿还？这完全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啊！大雁巢立国100年，所有的清流名臣都将这条律法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甚至以此为乐，在朝堂上道貌岸然，在教坊司里却对着那些曾经同僚的妻女百般折辱。今日却被一个昏君派来的细作说出罪责自负，恶心这种话语。你不懂大雁律就闭上你的嘴！我怎么不懂？我好歹也是法大毕业的高材生啊！法大高材生。相爷，宫里传旨，明日皇家围猎，陛下点名要相爷伴驾。
还特意叮嘱要带上林姑娘。知道了。皇帝终于忍不住要对我下手了吗？至于这个林楚楚，是想让他在关键时刻从背后给我捅一刀吧。裴爱卿，今日这围猎，你可要拔得头筹啊！臣定不辱命。林楚楚被安排在不远处的女眷营帐旁，伸长了脖子往我这边看。看到她那副蠢样，我紧绷的神经莫名松懈了半分。围猎开始！我策马奔入密林深处，渐渐与皇帝的人马拉开距离。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林子安静的有些诡异。来了。我正准备大开杀戒，却看见林楚楚骑着一匹矮马冲了过来。下人小心，我来救你！你当我的剑是吃素的吗？需要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来挡剑，闪开！就在这时，一支泛着绿光芒的袖剑以刁钻的角度射了过来，深深扎进了我的右肩。不好，剑上有毒！我咬紧牙关，反手一剑割断了那个刺客的喉咙。随后，我一把捞起吓傻的林楚楚，将她按在马背上，翻身上马。马儿发出一声嘶鸣，带我们冲出了刺客的包围圈，一路狂奔回相府。我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绝不能露出半点疲态，不能倒下。相爷遇刺，传太医，快传太医！滚！没有本相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踏入书房半步，违令者杀无赦。我踉跄地推开书房的机关，跌进密室，反手锁死了铁门，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喘着粗气，颤抖地抬手握住右肩上的半截剑羽，仅仅只是触碰，牵扯到的剧痛就让我闷哼出声。就在我准备咬牙拔剑时，密室通风口处传来细微的响动，砰的一声，一个身影从半空中掉了下来。林楚楚，她竟然钻了通风管跟进来。我浑身骤然绷紧，杀意瞬间涌上心头。系统，你确定这个时候偷虎钳最好？他不会突然醒来把我砍了吧？目标人物身中剧毒，生命体征下降30%，防御力极低，是盗取平局的最佳时机。宿主请抓紧完成最终任务。原来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皇帝果然好算计。我假装已经昏死过去，没有动。相爷，裴渊。林楚楚蹲在我身边，她没有去摸我腰间的暗带，而是伸向我受伤的肩膀。怎么流了这么多血？不行，得先把剑拔了，不然会感染死人的。警告，宿主偏离任务路线，请立刻搜身寻找虎符。你给我闭嘴！人都要死了，还偷什么破牌子？他急促地撕开了自己的裙边，撕出一个布条咬在嘴里，然后双手握住那根剑。你忍着点，可能会很疼。我疼得浑身痉挛，一口黑血喷了出来。林楚楚吓坏了，连忙用撕下来的布条去堵我肩膀上喷涌的鲜血。不行，朝服太厚了，这样止不住血，得把衣服撕开。他手忙脚乱地跑到密室的书桌上，摸到一把刀，随后对着被鲜血浸透的衣襟用力一划，朝服被划开，里面的白色里衣也随之裂开。林楚楚手停在半空，呆呆地看着我的胸膛，那紧紧缠绕的白布几乎勒进肉里，锁骨下有着几道深深的刀疤。林楚楚眼睛慢慢瞪大，她颤抖地伸出手指碰了碰我的束胸部。滴滴滴，红色警报，检测到目标任务缺乏男性特征，系统核对中。错误，目标人物裴渊，生理性别女，恋爱攻略底层逻辑崩塌，系统强制切断链接，强制休眠。滋滋滋滋。那声音戛然而止，密室里只剩下我和他粗重的呼吸声。我的秘密暴露了，你都看到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系统死机了，裴渊，你先放手。去他爹的系统任务，去他爹的男主，我不干了！裴渊，不，裴如玉，我们来谈笔新生意吧。裴如玉这个名字，已经10年没人叫过了。我懂法，我懂怎么最无懈可击的证据链，把那些高高在上的畜生送进大牢。你需要一个不怕死法律顾问吗？一个可以和你一起
掀翻这吃人的朝堂的同盟吗？你若敢骗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再睁眼，我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色礼衣，躺在卧室的床上，旁边传来林楚楚清脆的声音：“醒啦！看来我这粗糙的急救手法还没把大燕朝的首辅大人送走。”我循声看去，只见林楚楚坐在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我那份废除教坊司草案，在上面写写画画。你那个所谓的系统呢？死了，或者说宕机了。他设定的底层逻辑是让我用美色攻略一个权倾朝野的男主，可你是女的啊，相爷。系统 CPU 烧了，直接切断了精神链接，我现在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人了。裴渊，重新认识一下，林楚楚，来自21世纪政法大学优秀毕业生，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习律师，虽然没拿到红枕本就穿书了，但在大燕朝给你当个法律顾问绰绰有余。听不懂上面21世纪什么实习律师，但我听懂了他话里的狂妄。哼，大言不惭，大燕朝的律法盘根错节，朝堂上那些老狐狸杀人不见血，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权谋？权谋不就是找人定罪、罗编罪名吗？相爷，你虽然心狠手辣，但你办案的方法太古板了。你们找证据靠的是严刑拷打和屈打成招，这不仅容易落人口实，遇到真正嘴硬的，或者有免死金牌的，你就束手无策了，对不对？他确实戳到了我的痛处。最近我正在死磕礼部尚书王德发，此人不仅贪墨科举舞弊的银两，还暗中强抢民女，逼良为娼。但他仗着自己是皇后的亲舅舅，手里有先帝赐的丹书铁券，死咬着不松口。我派去搜查的锦衣卫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账本。你有办法？无罪预定懂吗？证据链闭环懂吗？穿透式财务审计懂吗？林楚楚转身从书案上抱起一摞厚厚的卷宗，砰的一声砸在我面前。我看了你查王德发的卷宗，你们一直想找他家里藏金子的地窖，太蠢了。现代洗钱，古代转移赃产，谁还把钱放家里啊？你看这里，王德发的管家名下有3家当铺和2个茶庄，这几个铺子每个月的流水都比京城最大的酒楼还要高出10倍。一个卖茶叶的一个月能卖出10万两白银，这叫虚构交易。还有这被抢的民女，最后都被送去了城外的慈恩寺祈福。慈恩寺的主持是王德发的小舅子，这叫合法外衣掩盖非法目的。相爷，别去他家搜了，派人去查那3家暗铺的阴阳账本，顺着银票的钱庄汇罪记录往上查，这叫资金穿透。证据链一旦闭环，他有丹书铁杖也保不住他的9族。好，拿着我的手令去北镇抚司调人，按你收到去查。若是查不出来，查不出，我就把大雁刑律吃下去。事实证明，林楚楚没有吹牛，仅3天，锦衣卫不仅查获了王德发的当铺账本，还顺藤摸瓜找到了他藏在慈恩寺地下暗室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几10名少女。铁证如山，来人，把王德发拿下！金銮殿早朝上，王德发跪在地上，还在负隅顽抗，高举着丹书铁卷喊冤。我冷冷地将林楚楚整理好的审计报告狠狠地扔在王德发身前。王尚书，隆泰33年，你的当铺以2两银子的价格收了30件皇家御贡的红珊瑚，转手以10万两卖给江南盐商，这等低买高卖的把戏，你当内阁是傻子吗？慈恩寺地窖里挖出的36具女尸，每一具的骨龄、死因、仵作的尸检报告，皆在此处。你还敢说你不知情？王德发看着那份卷宗，脸色瞬间惨白，瘫软在地，满朝文武鸦雀无声，低着头流着冷汗。我向高坐在龙椅上面色铁青的皇帝深深一揖：微臣请旨，诛王德发9族。那一天，礼部尚书满门抄斩，我亲自带人去了慈恩寺的暗室，将那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少女救了出来。出寺门的时候，我看到林楚楚站在马车旁。你赢了，大雁刑律你不用吃了。相爷，干掉一个人渣的感觉爽吗？很爽。从那以后，相府的密室多了一张书案，
我与林楚楚成了一种极为默契的同盟。我在前朝你用铁血手腕震慑群好臣，他在幕后用现代法学逻辑帮我梳理卷宗、抓漏洞。我们联手扳倒了克扣军饷的兵部侍郎，砍了抢占农田的安平侯，每一次出击都精准狠辣。朝野上下皆传，相府里养了个算无一策的女妖孽，也有传言说裴相爷被那兽马迷了心智，连批折子都要那女子红袖添香。红袖添香，老娘这是在给你做免费的法务进家好吗？资本家听了都要流泪。哼。